DIY 制作一段电影级质感的故事短片？怎样利用 AI 工具生成视频，并且提升视频的呈现效果和吸引力，让你的故事讲述更为生动？大家好，我是酷 Audios 的苦寒。今天我从最近做的一个故事短剧入手，进行详细的步骤拆解，为大家分享一些实操细节和思路。我用到的工具主要有 Midjourney、Photoshop、可伶、剪映和 Face Fusion。首先提一个思路，对于一个有大量的旁白以及人物对话，并且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发展脉络的短片，我的经验和习惯是先做声音，后做画面。这可能和目前网上分享的大多数教程不太相同。常见的做法是先准备一个文字脚本，在这个基础上生成分镜描述，然后文生图，再图生视频，生成相应的视频素材，同时通过 AI 生成人声或者人工配音形成声音的素材，最后通过视频剪辑工具进行画面与人声、音乐、音效等声音的混剪编辑，形成最后的视频成品。这样的做法对于绘本式的短片或者以画面为主的广告片、片花之类的视频是完全 OK 的。但是如果要制作一个更具有电影感的故事短片，不仅仅是要求画面的质感，更是讲求故事情节和画面、旁白对白、音乐音效的融合，让影片情节推进的节奏、氛围情绪的转换和画面的切换融合得更加贴切，符合一般受众的观影预期和习惯，而不是像 PPT 播放形式那样的流水账一样的讲述方式。声音轨道的内容比较容易通过适当的后期剪辑，将人声、音乐、音效组合起来，将故事用连贯流畅的方法表达出来，还能按照后期人员的思路，对于不同地方的节奏的快慢、情绪的高低进行精准的设定。当我们这个声音后期的成品出来以后，以此为基础，对于后面的画面生成也会有很大程度的帮助。比如说，在某一个分镜中，我们可以知道需要多少时长的画面，也可以知道我需要什么样情绪基调的画面。声音的处理包括声音的预处理、剪辑渲染、混音等各种环节，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 DAW 软件来处理，比如 Reaper、Studio One、AU、Pro Tools 等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展开做一些介绍。这次我们的声音后期小姐姐月白制作了故事的声音轨的成品，那么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后续的画面制作和整个的混剪的处理。这是一个情感短片，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很用心的亲手织了一条围巾，然后在身边不同人那里得到了不同回应的故事。根据故事脚本和声音轨的成品，首先呢，我们去生成一系列的分镜的画面。在生成分镜画面上，我主要还是用了 Midjourney。图生视频这块，我觉得 Midjourney 在图像的画质、色彩、光线、审美，特别是在真实性和电影感上面，它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那这次呢，也没有让我失望。从它生成的画面所能够反映我所想表达的这样一个意图，包括它的整个这个画面的这个审美光线和细腻的程度，这是让我非常满意的。这两张画面是在同一个分镜下面因为根据声音的这一块的来看，它大概有10秒钟上下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2段视频相当于是不要让它这个时候显得非常的单调这也就说明了之前说的先做声音的一个好处。它是通过第一张图片，然后呢，在 Midjourney 里面再做一个 zoom out，那所以呢，就可以保持人物和这个它的形态，包括周围的环境保持一个比较的一致。那这一张分镜的图片，为什么是方的？主要是为考虑在16:9整个一个
屏幕这个尺寸的这样一个视频里面，在这个场景里面，可能会需要镜头从上往下去做一个运镜，所以呢，这边就按照一个正方形的这个方式去生成了这张图片，给后面的处理带来一定的操作的空间。呃，一开始生成的是这样的一个图，具体的这个 prompt 一个提示词就在上面。那么从这个抽卡，因为相当于是它的生图有很多选择，你可能会需要选择一个最符合你的要求的。那么当我挑中这个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 zoom out 放大，在其中再选一个比较合适的。那这样一个镜头呢，就是慢慢的把它拉远，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再做一个 pan，做一个向上的一个 pan，一个扩展。这样的话呢，最后就可以形成一个呃，最后一个这样一个图。这个场景它有两张图，一个呢是它在窗玻璃这边，Mid Journey 这边给我生成了一个它的倒影啊，那说明 Mid Journey 它也会根据它的一个理解给你提供一些他认为比较合理的一些物体。那么这一张呢，它是呃没有这个倒影，就是有一些虚幻的光晕。两张图在最后图生视频的这个阶段呢，它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呈现，我们在后面会提到。那在这个视频里面有一段呢是要做一个特效，这是一个场景，就是男朋友把围巾扔下来，扔到地上。那么在我们的声音这个处理上面，它有一个心碎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我就需要就是把这样一个特效从声音的方式转换成用画面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所以我们生成了一张是这个围巾在空中街道的空中上方去飘落下来的一个画面。最后我希望是说形成这样一个，就是它掉在地上，然后冻结成了一块冰。那这个过程呢，它是有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首先是相当于是我生成的这一张图是围巾在地上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张图。那么后面我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让它成为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在地上那个幻化成冰的这样一个一张静止的围巾的这样一个图片。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这个围巾和我们拿到的生成的 Midjourney 给我的这张图片呢，它们有一个就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张图它的这个折叠起来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一头呢是在左边的，那这边是在右边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最后就哪怕我不做那个冰的那个效果，我就是这个围巾从上方飘落到地上的，那在我生成视频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比较奇怪的效果。因为从这一头然后转到那一头，我不确定最后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我意想不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希望把一些不确定性给它取消。那么首先把它转过来，那在 Photoshop 里面，图像旋转、水平翻转。那翻转过来以后呢，就是我还是可以用 Photoshop 一些新的一些智能的功能，来把一些不确定性把它去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那从一个单独的一个静止的一个画面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人工智能 AI 生成这个图从图生成
视频的这个情况下呢，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一些你在原来静止的图上面，可能不太有问题的地方，最后都被它误判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因素、一些要件，让它去自由的去发挥了。所以呢，从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只要这张图上面它有一些比较突兀的一些地方，它又对表达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创意的思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那么我们尽量把它取消。那么在 Photoshop 里面，它有一个智能的 AI 的一个创程式的一个填充的这样一个方式。那所以呢，我们选中刚才这样一个区域，那只要把它做一个去除，中文去除，英文 remove，这些都可以。那么它就经过这个分析和处理以后呢，它会给你3个选项。那在这边，这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第3个选项，那我可能选择这个选项，就比较干净一点。那这样的话，在我的背景这边，它是比较干干净净的。那么这里呢，还要再做一个处理。那我选中这个围巾的这个部分啊，那相当于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冰状的围巾，这里围巾形状的冰。那我们知道 Midjourney 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工具呢，都在生图的时候，它有一些相关的功能，就相当于，我去修改一个 region 里面的一个区域，但是我发现就在一些特定需求的情况下面，还是用 Photoshop 可能更加直接，特别是在我去除某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是直接拿过来就直接就出效果的。啊，就可以选这个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形成了我在就是从围巾的这个状态，我最后变成地上的这个结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怎么通过一些我图生视频的工具，让它把这个特效让它动起来。当我们把所有分镜的图片都生成好以后呢，接下来一个环节就是根据这些图片去做图生视频。我们首先挑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女孩织完了围巾，她在遐想她把这个围巾交给她男朋友的那种情景。提示词这边呢提到就是大概的这样一个环境，包括这个女孩的一些微表情，她的一些动作，这个呢可以尽量详细描写的越细致，那这样的话对于平台来说，它会更加去知道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我挑选了4个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平台去做了这样一个尝试。首先在微度这个环境里面，呃，它有一个就是先做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成，然后如果这个效果你比较满意的话，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智能超清再把它进行相应的优化这个精细度的这个生成。这个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去控制自己的一个包括一个点数的使用包括这个你怎么去更加有效的去做这样一个生成，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它的生成的这个画面，这样一个视频的一个动作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呃，整个那个动作是比较丝滑，而且非常自然。那唯一呢有点欠缺的就是，女孩在视频动作里面的人脸，我觉得要比参考图片的这个年龄要小很多这个是一个比较
明显的一个瑕疵吧。Runway 这边用 Gen 3来做一个生成。那么它的生成的画面，动作是比较丝滑的，而且画面非常精细啊。但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脸变化的比较大，在人脸的五官上，它的一个生成呢是非常偏西方人的这样一个特征，和我们的参考都是不太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 Luma 的。Luma 生成的这段视频呢，它也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人脸的这个特征啊，还是没有控制在我给它的参考图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上面啊，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这边呢，我们用可伶啊做了这样一个生成。那不得不说呢，可伶在这一个视频的生成上面让我大开眼界，非常的惊艳。它整个的这个人物的这个神态、动作非常的逼真。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啊，他的那个眼部的这种光芒啊，这个非常的有灵气啊，整个这个动作啊，这个细微的表情非常到位。那唯一的呢，让我非常遗憾的呢是，他有一个瑕疵，就是在他的牙齿和牙龈这边，呃，它会多出来一些牙齿的这个裂开的部分，而且有些地方的牙龈呢，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这个让我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一段生成的视频。在这里我用的是高品质的生成模式，确实它出来的效果在品质、在精细程度、在丝滑程度，这个质量是非常高的。那下面呢，我对它有一个描述，就是不希望呈现的内容，要排除掉的一些因素，模糊、变形、扭曲西方人的脸。那可以看到这个还是有效的。那么为了解决刚才那个小小的瑕疵呢，我又做了一次生成。那么在这里呢，我在这个排除项里面增加了不整齐的牙齿、过多的牙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非常的好，它解决了刚才那个问题。这样看来，可伶在图生视频，最起码在我这张图片上生成的效果是最好的。它的画质、它的丝滑程度、它生成的人物的动作的细腻程度、自然的程度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当我们测试了这几个就不同的工具以后呢，我就决定这个短片我全部都用可伶来进行视频的生成。那么我们转到另外一张图片，那通过可伶呢，这次我改了用标准的生成模式，去做一个尝试。那么感觉它生成出来的动态是 OK，但是，人物的这个脸部，是特别的模糊，而且有很多扭曲，那感觉就是这个品质这不符合我们要使用的这样一个要求。那所以呢，我们又通过这个高品质的方式再去生成。那这一次呢，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整个视频两个人的这个动态，包括我需要他表现出来的一些表情，表情这边我要求男生的表情有一点抗拒和漠然，这个女生这个是怎么样？
当然里面有一些细节呢，它没有完全100%的按照我的这个指令去生成。比如说那个，女生，我是希望，哎，她是踮起脚尖把那个围巾围到男生的那个脖子上面。男生这边，就是，把那个围巾从脖子上拿下来。但是呢，整个生成的这个状态，他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他们的心情，那从这个视频里面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嗯，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生成的视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女生这边她的一个人物脸部，因为它是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就是区域的一个图生成，然后随着这个动作不断的靠近，它去会 AI 这边自动去做一些补充生成，相当于是凭空而出的一个形象。那么它跟我的要求，因为这个人物的年龄这个颜值稍微还是有点差距。那么在后面呢，我们会用这个另外一个换脸的一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替换，我们来看看最后效果是不是符合要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工具，那在这里呢，我用 Face Fusion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那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换脸。那我们点了这个开始换脸以后，那弹出这样一个窗口，是在浏览器下面。那 Face Fusion 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即使你的电脑上面没有专门的 GPU 的这些显卡，那也是可以通过 CPU 的这个运算来达到你要的算力上的一个要求。但是可能就是时间耗费上面可能会多一些。上面这块呢，是一些你需要它处理的一些模块，比如说，针对脸部的一个切换 swapper，或者是那个对一些针的一些改进这个优化，脸部的优化等等。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只要做一个 face swapper 就可以了。那具体的算法呢，有很多种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尝试。那我现在用的是这个128这样一个算法。然后呢，就是在这边是一个原文件，相当于是把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基准的图片，放在这里。那下面呢，是把我们所要被更改的视频，放在我们的目标文件这边。那么我们直接把之前我们这张图拽过来。这边是一个预览针，我们点到任何一个位置呢，就是这个时间点上面，它这边显示给我们处理完了以后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那因为我们在这边一个参考人脸的相似度现在是达到0，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其实是视频原来的样子。那当我们把这个开关往右拖动，也就是说越来越接近我们参考图的这个样子。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女孩的这张脸，其实已经是很接近我们的参考图的样子。但是会发现，就是说男生的这张脸，也被同时就是无意漏网的去改变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参考人脸库这边，它其实是把它所识别到的这两张人脸，同时做了相关的一个处理。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些选择。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选 female，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参考人脸库里面，我们只要选定这一张就行了。那其他的就不要做一个相关的处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男生的脸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当这些设定我们全部设完以后呢，我们直接就可以按一下开始，那让它自动的来给你进行一个运算。那可能要等5到10分钟左右，结果就会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然后呢进行下载。那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那我就直接给大家看生成完了以后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没有处理过的，右边是经过换脸处理以后的一个视频。
那么可以看到换过脸以后呢，它的整个人物的形象和我们的基本的参照的图片是比较对应的。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就是说有几帧它有点跳动，那可能是因为它处理的时候这一帧，它没有进行完善的一个处理。但是因为它接近镜头的那些比较近的那些画面都是很 OK 的，所以，呃，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可以。那我们在后面的视频剪辑的环节呢，可以把一些有用的地方保留下来，做一些相关处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先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生成，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图片，它这个生成的一个效果就基本上一步到位的，它这个生成的一个色彩、动态，包括人物的一个动作，就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那么在这一个视频的这个生成里面，左边呢，因为原来那个生图啊，原来那个原图，它上面那个字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晰，所以呢，它生成出来有这样一个，就是都认不出来是什么什么字，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后期的剪辑当中可以做一部分的处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像父亲的这两张图，基本上都是呃一次到位，一步到位，我就没有再去做另外一次的生成。呃，火炉边上的那个编织呢，织毛衣，呃，试了几次。第一张是因为人物的脸部还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也会出现这个西方人的脸，因为这张图它本身没有参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一个视频呢，它的问题就是说，原来这个编织的棒针呢，这边有个红点是在编织棒针的那个末端的，那么它的在理解当中，就可把它粘连在这个扶手上面的。嗯，然后呢，我通过那个 Photoshop 把那个红点去掉了，那么它就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棒针它是一直在不断的扭曲，这个很明显是有问题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这一次的那个提示词里面呢，我加了一个就是编织棒针始终保持笔直。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哎，这个 AI 的理解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次的那个生成呢也是直接可以用的。这两个这个镜头呢就基本上都可以用啊，我就试了2次，那我就当中取了一个比较 OK 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一个镜头呢，之前我提到过，就是我生成了2张图，其中一张那个参照图呢，它在右边呢，它是有一个倒影的，是模模糊糊的倒影。但是在这一次的生成当中，AI 很明显是把这一部分的这个没有必要的去把它放大了，把它的这个焦点就集中在这个上面，造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情况。但是有趣的一点是说，原来这部分的是一个虚化的一个场景，呃，然后呢，随着他把这边去做一个焦点的一个聚焦，这一部分的窗框啊，包括那个窗玻璃上的那些光晕也好，杂质也好，它都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去具化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反而也是说明了它在生成的时候，其实也是根据光线和那个焦点的一个调整，它会去做一些比较聪明的一些他自认为应该有的那些现象去生成了。包括这边原来是一个光晕，但是原图上面是光晕，但是在这边它可能就是把它理解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体吧，啊。所以呢，就是后来我就选了另外一张没有倒影的这个图，
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分别做了几次吧。这一个视频里面一开始的那个他的表情可能有点问题，呃，就没有表达那个比较悲伤的那样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问题，因为在后面这一部分是可以用的。那我们在后面剪辑的这个部分，可以把我们可用的部分进行一个组合。这个围巾从空中掉下来，然后落在地上，这个同时它幻化成一块冰，然后呢掉在地上砸得粉碎啊，就要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会分成两部分来做，第一部分就是把这一张图作为一个手针，然后呢，我们的尾针呢就把那个前面做的一个幻化成冰在地上的那个作为尾针，让系统这边根据我们的提示词啊，就是一条钩针编织的米色长围巾飘落到地面，在飘落的过程当中，围巾逐渐变成了冰雪的颜色，然后落在地面上成为冰。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呈现的一个效果。非常棒，非常棒。那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把围巾在地上成为冰的那张图片，作为我们这个它的一个参照图，就没有这个伪针了，就是这么一张图片。然后呢，描述就是白色的冰突然完全粉碎成细小的粉末爆炸，粉末向四处飞溅。我们来看一下。OK，那我们把这两段视频在剪映里前后连接在一起，那就成为一个连续的特效的效果。这个短片在开头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在短片的一开始一段片段呢，我想试一下直接用纹身视频这样一个方式来生成。那么我们通过可伶的纹身视频，整个的这个提示词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修正。因为第一个呢，它的场景可能更加偏向在欧洲或者是北美这些街道的一个场景。叶子飘落是挺漂亮的，然后呢，就改成就是把最后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北方城市什么什么。那么这个提示词是在不断的这个修正过程当中，那到最后的这个这一段呢，我就特别满意了。因为我觉得一片叶子可能画面上面这个感觉还不够，那么就两片。然后那个中国的这个二线城市给它这样一个定义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么马路上的行人这个行道树包括就是说马路两边是楼房和商铺，那这些约定给它定的再详细一些，那最后出来这个效果，我觉得是特别特别不错的。讲到这里，还在观看的朋友可能也有点累了，要不您活动一下手指，给我点个赞，订阅关注我一下。相关的工具链接我也会放在评论区里。那最后所有的素材都有了，那我们就在剪映这样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剪辑工具里面进行最后一个组装。那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用 AI 生成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需要面对各种素材的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步呢，可以用一些方法和一些思路进行相应的一些修正。因为篇幅的关系呢，我在这边就不对剪映的一些基本功能做一些介绍了。那这里就是要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要点。那一个呢就是卡点，卡点呢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在
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之间，我做一个画面的一个切换。比如说像这样。拆了又织，花了1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两句话之间做这样一个画面转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起伏高低，或者是说一个情绪的变化，作为一个画面之间卡点的一个依据。泪流满面。比如说像这样的，或者说像这样的。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这个场景它生成的3段视频，每一段视频它有可取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要求，就是在卡点的位置，然后把这个视频的长度就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进行一个适配。如果说我们可用的这一段片段，呃，跟这个位置不是太对应，那么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一段视频的它的变速。那比如说我可以通过一个常规变速，就是可以，如果是往右边拉，那就相当于加快，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视频条就会变短。如果往左拉，那么就是它的倍速会降低，那么整个的这个视频条呢就会往右就是加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动态的去调整，根据我们的卡点的位置去调整它视频块的一个长度。那还有一个办法就可能更加个性化一点，那通过我们的曲线变速，那曲线变速里面的自定义，那我们可以去调整这里面它的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视频块，它是在什么地方慢下来，什么地方快。那么这个不光是整个一个长度的变化，你可以去控制，甚至是说它在里面的一个呈现的效果，你也可以去比较自主的去控制它。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围巾掉下的这个特效，那它两段视频连在一起本身的那个时长跟我们最前面所有的这个声音后期的这个成品，它的这个音效它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设定这个设定这个视频这个里面的这个变速啊，曲线变速。那我这个里面其实这里面都已经设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我们的视频画面和这个音频的这个音效可以一一对应，就像这样的。这个片子里面有一段视频素材呢，有一个欠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呃，那我把它前后截成了2段。因为它当中有一段的视频画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截取了它前面和后面。那么把这2段切开，然后呢，当中采用了我们一个转场、一个闪黑的这样一个处理，大家看一下效果。她快乐地把围巾给她围上，男友却厌倦地取了下来。这样的话就显得非常自然，而且这个把原来有的那些问题都把它遮盖掉了。最后呢，我们整个视频希望在整个那个色调风格上面做到相对一个统一，所以呢，我们可以最后在做完以后加上一个滤镜，滤镜是在这里，可以选择比如说影视级的，我这边选的是倾城。这里面已经有把它打开。另外呢，就是增加一个调节层在这里啊，就增加一个调节层。那我这边已经有了，我也把它打开。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对整个这个视频的各个部分进行一个整体色调上一个控制。呃，在调节这边呢，可以是你去调整它的一个大概的色温这个对比度、亮度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整个这个各个场景之间的一个画面呢，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观感。另外呢，就是可以往你所希望的那个电影感的那个方向去再更进一步。当然，你是偏暖还是偏冷，还是偏哪一种风格，那完全可以由你自己来定。那这一部分，因为这个场景的画面呢，我是觉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场景，要表现它本身的一个温暖的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在这边我就没有把它就是加上啊。OK，整个视频的制作流程和相关细节就给各位分享到这里。观看完整的视频作品，您可以在我的账号里找到。感谢您的观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作品。